你好，我是阿力。今天狗狗币大涨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涨了10%几了。那么我的会员区的朋友，昨天就出现了3个100万美元级别，就是赚到100万美元级别的朋友。所以我今天非常期待，等这个狗币涨到1美元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那么我在会员区几乎每天都会发一些技术分析类的这个图片或者是文字。那么希望朋友们购买我的油管的会员服务。会员区除了有狗狗币之外，还有移民相关的视频。那么这个礼拜我会在会员区详细讲解如果说你是在美国的留学生，如何低成本给自己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将会给大家分享一个英国著名的商业大学的教授对狗狗币的一些看法，那么以及这背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深层次的本质。那么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狗狗币的价格，到底它还适不适合进场。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大财我更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成长。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话题那么英国有一个叫塞萨克斯大学，这个学校有一个金融学的教授叫卡罗尔亚历山大这是个女教授。那么她在接受雅虎财经的采访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她说狗狗币还会继续上涨。那么其实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大概率呢还是要上涨的，而且长线看到$10。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我是自媒体，做自媒体的，对吧？那么我不是什么权威的人士，我可以在节目里面随便的说，我甚至都可以说狗狗币能涨到1万美元或者是100万美元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没有大问题，对吧？顶多大家在评论区说我是一个疯子，说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胡说八道的人。但是呢，对于名校的金融学的教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女教授，她可不能随便乱讲话的，除非她有一些靠谱的数据的支撑，或者是一些什么论证那么她才敢说狗狗币会持续上涨。不然的话，这个他以后被人抓住小辫子会被人笑话一辈子的就是说，如果将来站在讲台上往那一站，他的学生说，这个人曾经说狗狗币会大涨，但是狗狗币后来暴跌了，或甚至说狗狗币归零了，那么这是他一辈子的这个污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教授他说狗狗币会持续上涨的理由，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狗狗币目前的价格很低，那么普通的散户投资者随便买一点就能买很多，随便花一点钱就能买很多。那么重点来了，狗狗币他说他接着就说狗狗币具备当初比特币的反叛的特质，而且呢得到了 Reddit 论坛上支持 GameStop 对抗大机构的这一部分力量的支持。这是他这个讲话里面比较重点的部分。那么这应该是全世界就是世界范围内最先开始看好狗狗币的主流人士。为什么我是这么说主流人士呢？因为这个塞萨克斯大学的这个商校在全世界它排名前50，而且这个教授确实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他，但是他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还算是可以的那么这位教授还指出他说狗狗币的价格会在未来走向很高的位置，但是呢他希望狗狗币还能够回归最开始的这个价格，并说伊隆马斯克之前说的狗狗币成为流通货币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误导。那么他后面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做他可能是有蹭马斯克这个流量的嫌疑了。那么能不能成为流通货币，它不是主流人士说了算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去中心化就是要抛弃这些主流人士、主流媒体、主流政府或者是央行什么什么，这都是非常理想的。那么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我说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它积攒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是往上跳跃的发展的，它不是说一个连续的。我们大家读历史的都知道，这个历史到了一定的节点它一定是往上跳着走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结合狗狗币最近这几天的走势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狗狗币在成交量非常低的这个大前提之下，竟然它创造了一个新高，这说明什么事情这说明很多人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坚定的认为狗狗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今天狗狗币在挑战0.45美元的时候有很多的散户卖出来了，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有一个在涨到0.45之后突然有了一个跳水，那么比特币在那个时间点也出现了跳水，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0.45美元卖出去的人，很大可能会在0.6美元、0.7美元、0.9美元，甚至1.2块、1.3块，再接回来，因为大部分的散户都是这么操作的。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狗狗币目前的这个点位还能入场吗？那么我在评论区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这么问。那么现在狗狗币已经0.3美元了，现在狗狗币已经0.4美元了，已经0.45美元了。可能过2天会说，狗狗币已经1美元了，还能买吗？我已经说了，长线看好10美元。那么现在连1美元都没有到，你问我还能买吗？你告诉我能买吗？就是可能有朋友看我发视频的时候，有一期视频我写的今天是最后的入场的机会了，马上就要起飞了，等等等等。那么我那是都是给我前面的一些不坚定的会员的客户所说的。那么我要求他们至少要有20倍的收益，不然的话，你说你投资那么多钱，你玩这个有意义吗？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所以说我认为以小博大，来一个20倍的收益，才能对得起我这一部分的这个投资。那么我相信等狗狗币9美元的时候，依然会有人问还能入场吗？还能买吗？当然了9美元进场，你还有至少10%的收益在呢，对吧？那么我知道很多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你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狗狗币，可能也是通过看我的视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那么也是有情可原的那么希望你们第一次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就是了解到狗狗币了，你们把我前面的视频都拉过来再复习一下，对吧？这样的话对狗狗币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然后呢你自己在网上再去做一些功课，再去学习一下，对吧？那么我之前也说过，想要赚钱最首要的任务一定是要提高自己的认知。那么你不学习，不看别人的分析，也不去网上自己去做这个搜索的这个工作，那么你去买狗狗币，你的操作思路和你的操作逻辑到底是来自哪里呢？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做到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做到的就是追涨杀跌，那么你就是甘心去做一个韭菜嘛。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甘心情愿去做被收割的韭菜。所以我说我希望那么看我视频的朋友都有一颗就是抱着一颗学习新东西、探索新世界的这个心，带着这个出发点，那么你才能在投资这条路上才能够走得更远，赚更多的钱。那么我一直认为要么你不投资，要么就是一边投资一边学习。如果说你非得想要第3个选项的话，那么你就是选择被割一辈子韭菜了。那么你愿意做一个非常茁壮成长的韭菜，那么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那么我们接着说，我之前告诉过大家，1美金以下随便买，那么你买的越早，你的心就会越安稳，因为你开始盈利了，对吧？你看着新上车的人那恍忑不安的个样子，那么你一定会非常的得意。那么不然的话，你就是看着狗狗币一路走高，最后都快10美金了，你才恍然大悟，或者说真的像比特币一样，真的是1万美元、5万美元、6万美元了，那么现在还在有人在抢着在买，对吧？那么你是买的越早越好，还是买的越晚越好呢？对吧？那么最后我再给大家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加杠杆，不要加杠杆除非你家里面有矿，否则的话你会很惨很惨。因为狗狗币的这个上下的这个波动的幅度特别特别的大，我们都经历过了，都看到了，那么上下30%都是属于正常现象。那么你加杠杆，不管是你做多还是它做空，都有可能爆仓。那么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买进然后拿住，或者是说你的钱没有那么大的量，那么你可以选择每个月去定投，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吧？那么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实力量力而行好，那么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希望我今天所讲的对你能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就做这个视频就达到了我这个目的，就实现了我这个价值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